那么台湾因为把小红书给封了，国台办就说了，民进党内心恐惧，怕我们的小红书，怕什么？民进党已经成民进党，看到没有？又进又党啊。那另外呢，刘时芳很有意思了，我昨天就想说，他说澳洲你看16岁以下不准上脸书了，哦，不准上这个社群媒体了，通通不可以，哦。那刘时芳说呢，是全球趋势，不只是打仗。你看，这社群媒体对小孩不好，你讲的没错啊。那你都把它禁了，你有没有只禁个小红书呢？刘时芳今天如果有本事，说所有的社群媒体16岁以下通通禁，佩服你，我佩服你。虽然会有反弹，年轻人很生气，你只禁小红书，你这柿子挑软的吃嘛？你为什么不把脸书啊，把 Instagram 啊，把 TikTok 啊？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禁了，跟澳洲一样，澳洲不是只禁一种，澳洲是全部禁。哦，所以既然是全球趋势，现在只有澳洲一家，将来可能有很多的国家会跟进，我相信。但是他就不是只挑一种来禁，他一定是要全面禁了，你全面禁啊！台湾如果全面禁，全世界会有名啊，真的、立刻你就红了。大家都说哇，台湾有 guts， 你不很佩服澳洲吗？对不对？你觉得澳洲哇，政府很有勇气啊，你做做看，你来做，你做，我支持你做。好，内政部说手机资料小红书都传给大陆了，说这是两岸唯一直通的高速公路。不会啊，你其他的不会啊 ，Facebook 大陆不会看到啊，哦 ，Google 不会看到啊，小红书会看到。所以那你就讲这个是理由嘛？你如果当时有讲说这个我要禁他，你当时讲的不是啊，是他诈骗哦，因为诈骗哦骗了我们2亿多，很严重哦等等，所以把它禁掉嘛。所以你真正理由不敢讲嘛？那另外呢，这个苏玉峰医师说呢，手机还能用小红书，可能是政府的技术不到位或政府有意，好像是脸书还是可以啊。就是说他进了小红书后，小红书那个下载率更高了。他们很多人跟我讲，我脸书还看到，我脸书啊，我说不是禁掉吗？还可以哦。本来我早就知道，但我不想讲，知道吗？他把它讲了，不讲民进党装傻，反正就手机就看了嘛。但苏医师把它讲出来，的确手机可以看到啊。哦那另外呢，小红书这个是不是？他说他没有代表人，他说其他的都有代表人，有事情我找他。那小红书是不是设了代表人就可以呢？他说我先禁你1年嘛，哦，明年再看哦。内政部次长说还需要改善治安跟打仗，所以换句话说，你设了代表人，我看也不会给你恢复了哦，那只是一个理由啦哦。黄国昌说刘世芳是双标，政府不守法，根本没办法，没有纳管，为什么政府可以不守法？台北荣总的院长陈为民陈院长呢，说也被 AI 变造声纹，他很担心有人被骗哦。他说呢，这个他替了不明药品背书，说北荣院长怎么可能呢？哦，怎么会可能？他说这是诈骗，请勿上当。哦，脸书这些东西很多，这个我没有说访问别人，对不对？访问以后就被人家拿成，比如我访问一个医生，然后呢。本来是介绍他的书，后来呢就被这些社群媒体搞成说访问他，然后推荐什么药，推荐什么，就变成太多了哦。所以呢，北荣院长也被这个利用在这上面啊，所以要大家注意，真的是诈骗这个是无所不在，是没错啊。政府没能力，只拿个小红书去修理，这不很奇怪？你有本事就全部抓哦。去年我们被诈骗1300亿啊，知道吗？美国要求今天如果免签的旅客要提供5年内的社群记录，哦，台湾在里面哦，那包括什么 H1B、H4、FMJ 都是学生签证啦，学生有不同的身份的签证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士去以及他们的眷属，5年你要社群账户设定为公开，他要看你这是干嘛，以前干嘛，有没有骂美国，有没有说我们的福特舰会被打掉，有没有说之前呢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哦，或是有没有常常看什么东西哦，特别有没有骂川普？这点上骂川普，不给你进来，你要骂我们还要进来干什么？这样呢要检查哦你的这个社群账户，看看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台湾禁小红书不仅引起各界议论，大陆国台办也借此抨击民进党的反诈是反民主，蛮横行径，践踏民主，妨害自由，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民进党已经成了名副其实和老百姓作对的民进党。
针对小红书母公司没有在20天内回复警政署检测涉诈数量攀升问题，也没有回应海基会去函，大陆国台办说明是由于民进党不承认一中原则的9·2共识，海协会、海基会沟通机制早已停摆。面对在野党以及对岸的质疑，内政部长刘世芳再度说明是依法行政。针对诈防条例的42条里面，本来就我们的司法警察机关会针对不合规、不合法、不落地的这些科技平台上面呢，应该有这个限制截取跟禁止解析的必要。台湾以资安为由禁用小红书，大陆国台办批评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对于大陆境内一般民众必须翻墙才能使用脸书、X 等平台，大陆国台办也做出说明。我们支持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使用各类社交平台，我们也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保护民众使用网络社交平台安全。两岸官方各有数据和说法，只是在检验成效前，能确定的是，民众获取资讯的管道都受到了限制。你看于江远。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国台办来批评台湾是这个反民主，甚至于讲说是讯息的一个茧房我觉得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台湾其实是世界上大家知名的，就是网络世界非常自由的，台湾可以拥有这个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 Twitter， 甚至于这个 Thread 等等，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平台都可以。但在中国，他们是完全不可以使用这些平台，甚至于包括 Google Map 等等。他们都是不可以使用的，结果现在台湾来禁止小红书，这个使用，结果中国反过来批评台湾是反民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好笑。那台湾为什么要禁止小红书？第一个，小红书在台湾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件其实真的非常多，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在报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政府都跟小红书的官方有相关的这个来文，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但是他们都已读不回。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在台湾没有一个法人的代表，所以在台湾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到他们。但相关包括脸书、Meta 的公司或 Google 公司，在台湾都有设置相关的法人或台湾的分公司，所以我们可以有效的跟他们对接。那现在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国人，针对小红书的这个部分来进行是暂缓1年的这样禁止的一个作用。那中国竟然来进行批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诡异。世娟，这个我觉得刚刚宇翔讲到这个整个不管是国台办的说法，或者是台湾这边的说法，其实在我眼里就是50步笑100步。你徐国勇去跟对岸国台办讲说什么？那你看看你们自己进了多少网路？不好意思他们对面是共产，难道我们现在也共产了吗？他们这样子进，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进吗？所以小红书为什么民进党说要暂缓1年？你有本事你就进到底，暂缓1年在干嘛？这测风向吗？讲白了，你不敢一次做到底。如果以民进党的标准来讲，抖音他怎么不敢一次进？而且就像刚刚赵大哥讲，我非常认同我看到澳洲那个新闻一出来，刘世芳讲得很好人家是全禁16岁以下全禁民进党敢不敢？未来你年轻人票一定全部崩盘的。现在所有小朋友，不要讲16岁了，国小那一天我在新庄遇到一个小朋友，拿着他手机过来开抖音，在我的抖音页面跟我讲说：“世轩哥哥，我都看你的抖音，你的咨询我都有看。”我吓一大跳，我还跟他说：“弟弟，你太小，不要用这些手机。”这已经是现在的常态。那如果就今天民进党是要针对打诈去有所作为，最多的在哪里？脸书6万多则小红书1000多则还是几千则？1700多则。鲨鱼你不抓，你去捞金鱼，然后你说因为这个脸书有配合，小红书你官方不联络，那好，那我再转过来问，既然他们配合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效果？你不是说他们配合你们了吗？那你们做了什么？为什么 Instagram 为什么脸书还是有这么多的诈骗，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到底进小红书怎么一回事？你是真的要拿这个打诈？那拿小红书来做这个打诈，还是只是要做认知作战？再经过这一波去做一些认知作战，在台湾去产生说，反正只要是对岸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要反。他刚刚讲说，这个是唯一的高速公路直通。换句话讲回来，以前我们在民进党整天在讲抖音，所以抖音不是咯？抖音的资讯没有去大陆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搞笑的状态。那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是大家装不知道。比如说刚刚宇翔有提到的，在对岸
你说他们不能看 YouTube， 不能滑 IG， 不能看这些直播平台，对不起，其实大部分的大陆人、年轻人全部都在翻墙，全部都在看，这就是现实的状况。只是我们假装不知道。你说中共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你今天完全把这个瓶盖给密封住，这个可乐摇一摇会爆炸的。他们也是要打开一点缝，让这个气泄掉，这就是现况。所以我觉得不用假装我们没看见，它状况就是这样子。继续再回来。好，这个王宏伟委员爆料哈，说有将近6亿的国防标案是装修公司得标。奇怪了，你干什么？你营业项目什么都要干什么嘛？而且你要有业绩嘛。通常我们都会要求说，你过去有什么业绩的表现啊？表现的如何？有没有车辆位？有没有出纰漏？有没有这个违规等等？要去看一下。这过去的他的经历是很重要的。那之前那个小车高登不是进口快筛吗？哦，高登也没进口过快筛哦。然后呢，到底钱真的是到这个公司去吗？还是到了谁的口袋里去呢？哦，所以用5.9亿拿下 RDX 炸药的标案。哦，国防部说它营业项目有化学原料批发，哦，这有化学，所以化学炸药也是化学原料啊，哦。那另外呢，这个顾立雄说他是代理进口，不需要自己制造，他反正原厂就可以了嘛。所以呢，确认有输出许可就可履约，就原厂有输出许可啊。那另外呢，他得标叫福迈，他原来是个卫浴专家，哦，现在居然呢就标个炸药，这也蛮奇怪的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它是皇家拆迁炸药的缩写啊，它的就说这个买的这个东西了 ，RDX 海绵羹什么意思？就是皇家拆迁炸药的缩写。那另外呢，这个福茂公司怎么标这个呢？它曾经卷入过界牌风波，哦，然后突然去年底增加了5金电子、化学、机械的批发，原来没有这东西的。哦，原来是房屋设计、施工、修缮、木作、防水、抓漏、灯光系统、门窗、厨具，这跟炸药到底发生什么关系啊？所以就为了你得了这个标，林涛就问说：“你吞得下去吗？”哦，而且林涛说只有1家来投标。通常这种炸药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会做炸药也蛮多的，怎么1家来投标？而这家还做厨具、做装潢的，这很奇怪啊。说赖清德在台南市长那里也承揽过，说这家曾经承揽过公园的拉筋游乐工程，这也很奇怪哦。这个台南的时候，赖清德当市长，这家也去得标哦。那民进党就是说，他营业项目可以达多100项啊，你要加就加哦，都可以营业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除了营业项目，还有过去的你的业绩啦，有没有嘛？尤其跟政府做生意，政府主要看看这人会不会到时候拆烂屋啊，会不会打带跑，这个不负责任啊，哦等等哈。所以呢，2022年的高登，哦高登这个小吃店前身，这个拿到了16亿5千万的快筛标，然后呢，这个红狼生技资本额330，结果呢，这个得了一个3亿8千万的快筛。2023年超资资本额50万，结果呢承揽了5亿的这个鸡蛋，哦，后来不是发生事情吗？然后这个福迈也是1200万的资本额，拿了5亿9的这个炸药，而且它是室内装修哦，所以联合报的评论也说，装修公司从公园吃到军火无缝接轨，太神奇了。我们看一下。这里是位在台南的一间商旅，老板事业版图多元，还开了一间装修公司，而且近日更以装修公司名义标下国防部的炸药标案，真的很诡异。只要说你可以做进出口，那么你做美容美甲，你做快炒店，然后你做室内装修，通通可以成为我们的炸药国家队吗？搜出相关资料，国防部最近要采购一批旋风炸药，但细看得标厂商是间做装修的公司，而这得标金额是5亿9千多万元，也难怪国民党立委会质疑，而且连民进党自家议员也说不知该怎么吐槽。难道装修公司是专精拆房子吗？主要他们都具有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一个代理商的资格，那只要他们能够提出这个相关的输出许可的证明，
然后我们查验能够落实的话，那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资格来投标嘛。部长亲自示意，更强调，因为要采买的旋风炸药一定得从国外进口。不过，旋风炸药 RDX 若跟 CL-20的炸药之王相比，等级还是有差。而走访装修公司，老板不在，员工低调，仅有邻居透露，该老板的生意做很大。怎么回事？这个标案呢，后来我们知道，它其实它原来是开8亿哦，那当然这家公司它得标金额是5.9亿，但是呢，它是一家可以这个标案是可以继续的扩充它的合约，也就是到了明年为止啊，那它可以再把它扩成从最高再加上8.2亿。所以就是说，它今天得标之后，那未来其实它最高可以标到14.1亿，我先跟大家讲，所以这个标案并不是单纯的只是5.9亿而已。那好，那其实它大概大家觉得最离谱的事情，就是这家公司呢是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当然我们查过，那这个公司的老板他有一些其他的经营，他最主要的经营呢就是室内装修，还有卫浴厨具的这个包含这个买卖哈，它其实进口都非常非常少。那今天顾立雄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它是有这个国际它的营业登记项目有国际贸易哈，然后还有化学原料的这个批发，好，只要符合这2个项目就可以了。可是问题是，这家公司是在去年底才增加了这2项业务，去年底才增加2项业务，而且我们也查过，就是说你今天做一个进口这么大的一笔军火，那你一定要有时机啊。刚才那赵大哥也说，你过去你总是要有一些进口吧。那这家公司从110年到113年呢，1毛钱都没有进口，什么都没有进口过。那到今年呢，它的金额非常非常少。以这个现在这个经济部的这个档案，我们会看到，它最少它就是只有一个小于50万美金，它实际金额我不晓，可能更小，但它小于50万美金。50万美金的是多少呢？1500万。所以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它过去根本没有在做什么进出口贸易，好不好？现在就是说，今年开始做所谓的这个化学原料的这个批发，可是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军事在网络上讨论，这个叫做旋风炸弹，它是军规的炸药，它不是一般的炸药。我要讲这军规炸药你自己可以做吗？不可以做。如果你去看 Google， 它是隐身在住宅区那有个住宅区有个地下兵工厂嘛，吓死人了，对不对？它是不能够在台湾厂商自己制作的。好，所以它必须就是提供原料。那你今天想想看，登记这个所谓的化学原料的这个批发，你知道有多少吗？你今天随便也可以知道有个什么化学行，它的登记也是化学原料的批发请问一下，这样也可以变军火商吗？所以按照顾立雄的这样说法，就是呢，你今天室内装修业，只要你去登记这2项，好，你就可以来变成军火商，变成这个炸药国家队那你以后做美容美发业，你是不是也可以？我也赶快登记这2个然后你做这个快炒店也可以。那所以难道你今天对于一个做军火进出口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定吗？那我再补充一下，这个旋风炸药在全世界，因为它是有毒性的，它都是特许，它必须要有特别的许可证，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出口的。重点不在他登记项目什么，重点还没有关系能得标了，这才是一家。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家林豪讲的。一般人谁就敢去标国防部的东西标这个炸药，你去标这炸药，我认为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啦，否则的话谁敢今天任何一个店就登记个营业项目就去招标了，你招标第一个不见得给你，第二个给了以后验收什么可能都有问题来，香龙。因为我当过一些公共工程的评审委员大概对那种现场当中标是怎么绑的，委员是怎么安排的，大概是有一些的概念跟经验。那当这个案子要到5.9亿，就算他只拿5.9亿，5.9亿不低很多。5.9亿呢，其实以任何一个承包案来讲，都算是大案而只有一家投标，而且没有经验可以拿标，
当然是有鬼。这家公司呢，如果是赵少康开的，赵少康开了一家广播公司呢，可以兼营军火业务，加一个项目，营业项目，对，化学品。中广赶快去，赵少康就完了，一定呢被练死。所以我是说，今天所有的在看这件事情的，不要等闲视之，因为它不是单一事件。那这种所有的案子，像这么的高敏感度的，牵涉到炸药的案子，经验值很重要啊，规模很重要。你有没有经验值？你有没有规模？有没有竞争对手？搞了半天了，今天呢这一家才增加营业项目的，它仿佛就是台湾，就是今天国内处理这种炸药问题最有经验的。给我一个说法，让我听得进去的。不管你是哪一党，你告诉我他凭什么？好，它里面还牵涉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开过公司的。你去经济部呢办公司登记、商业登记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说：“哎，你一定要有个公司的名称，那个的名称呢叫做唐香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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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大概呢都是要概括性的说明了你的主要的业务。好，那底下你还要大概的要条列呢你的经营的业务。你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五花八门啊，你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摆进去，可是你送上去看看。经济部商业司呢，一定呢会叫你杠掉。你讲清楚，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或者商业登记本身呢是有限制，不是可以让你呢包山包海、铺天盖地的。你的主要的业务之间呢有没有冲突性？你必须要说明。你有没有过去的经验性、有危险性？像这种的标案，它应该都是相当特许行业的。如果没有特定的人，没有特定的经历背景的。我不会让你经营这样的事业，我更不会把这种案子呢交给你，那个风险很高，除非背后呢是有鬼的。第三个就是说，像这样的一家的公司，请问你他是参加哪一个同业工会？他什么工会都可以参加，他参加哪一个工会？平常呢是怎么运作的？老板是谁？人脉是谁？我们刚刚讲，不管是在快筛的筛剂、高丝的鸡蛋。最后，当那些新闻呢稍微深入一点之后呢，表面的那些业务根本就不重要，我们看到的都是人脉，不是吗？我们看到的那几个案子，最后都是这个人莫名其妙的，没有人认识的，没有经验的，突然间呢天上掉下来一笔财富，让他呢只要呢当个人头做一些呢简单的转口的账目，他就可以呢有大额的进账。这些账是不是进到他之后呢没有再转手？我说因为选举快到了，类似呢这种的事情，除了看了让人发火以外，而且最后往往都不了了之。有没有图利的问题？过去呢，图利像高斯案，最后好像都没事。你明明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他好像都没事。我们今天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小案子，尤其它牵涉到的是国防，牵涉到的是军火，牵涉到炸药。你任何人直觉大概说，这家公司呢，一定是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性，同时受到政府严格的法令呢，跟你技术面的监控。否则呢，这个人，而且他应该是一个呢高度呢被指名同时列管的，否则他凭什么去做这样的案子？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呢就可以做，我们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你还得要听过当律师的，现在当国防部长的顾立雄，你讲的什么鸟话，这讲得过去吗？你可不可以给一个更漂亮一点，让我听得稍微顺耳的解释？我就这样讲了，一般的任何一个公司，他怎么敢去搞这个生意？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关系将来会遇到的困难有多少？如果没有把握，一般的公司谁敢去标这样的案子？休息一下再回来。